教大家如何1秒钟把衣服收纳到衣柜里面。衣帽间的帘子发错了，它为什么一个长一个短？不是应该2条都是长的才对吗？床是发错了，尺寸没发对，床还是定制的。每一个师傅都扣坏一个东西走。但是我已经习惯了，我一直以来都挺倒霉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赖赖菊包工头艾玛。我们收到了野好君的求救信号，他租了个新房子，想改造布置一下，不知道从何下手。进门，客厅，楼上，这个就是我的房间。进门有一个厅，然后这里有一个大的空房间，这里是一个小的衣帽间。房子远看很不错，但是仔细看还是有不少需要修理的地方。特别适合我这种究极猛男。说实话，好久没有改造过男生的房间了，还是有一点小紧张呢。114小分队立刻出动，帮他改造梦想新家。千万不要打眼。我们为什么站在这里？那么黑。不是为什么？那个设计师傅义正言辞，他说就是这儿，下车吧，在那边。出师不利，有种不祥的感觉。大家好，我已经到啦！我带着2个家务抱抱桶来面基100万 UP 主啦，是不是很好看 Hello。听我说谢谢你，因为有你。网友见面，对，见面这个礼物送给，谢谢，这是我全部都给你一套了。哇，谢谢，给你们开荒了。现在1楼比较乱，还有很多东西。然后我的房间是在2楼。比我想象中好很多哦，这里。哎，郊区是这样的啦。你说的旧房子不是，我一进来一间豪宅。柜子是房东的，他让我千万不要丢。这柜子可贵了，应该很贵，但是它这个很恐怖，里面一打开，封锁的家事就有点恐怖。好，到楼上，那我们理论上讲是在4楼，但实际上是在5楼。这就是我的房间。哇，哦，好大哦。很大吗？真的是2个空间。这也太好了吧！那我们马上开始改造吧，看看谁刷题刷得好。嚯！好的，那么由我来解说这一场刷漆大赛啊！艾玛是率先登场打个样，受限于不可抗力啊，艾玛决定是利用经验的优势，放弃了面积的大小啊，追求刷漆的精细程度，所以选择了更好控制的短杆。可以看到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，颜色非常的均匀，完成度非常的高。现在轮到他的对手啊，杭州猛男碎块野好君登场啊！没想到双方赛前居然还进行了战术讨论，艾玛甚至自信的将刷漆的秘诀告诉了自己的竞争对手。这样刷一个力，慢慢打，直刷的时候就可以把它干了。可以看到这位选手还是非常有天赋的啊，上手很快，并且身高臂展都很有优势。看来即使以后不当 UP 主了，也能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。只不过在漆面颜色的精细程度上啊，还是有不小的差距。哇，你这个好好看哎，这是工业风水泥墙，刷了一个工业风出来。其实我就是这么设计的，还蛮好看的。天赋，以后不怕失业了。到时候视频没创意了，就可以给人家打工。500、525，打不了，125，250，耶！别往这都500万加起来，不要500，一人500，不然就250，加进去就是200。不一起。
不到30平的空间，怎么划分才可以合理分配卧室、客厅、工作室、衣帽间的需求呢？其实有2种方式，一种就是按照功能区划分，还有一种是按照动静分离的格局。最后也好选择了动静分离，卧室还有客厅分开的方式。拆除原本的窗帘轨道，加装一条 L 型的窗帘轨道就 OK 啦。纱帘直接用之前的就可以啦。经过几天，也好对软装有了一些了解，不再是晕头转向，连自己的需求都搞不清楚的小白了。说实话，我家装小能手来着。设计的时候，我就想问，为什么需要完全不透光的窗帘呢？因为睡眠质量不好，我感觉我的眼皮是假的，它有一点点光我都能感觉到。有些时候做视频就会干到第2天早上这种。我的作息还算是在电竞人里面比较规律的。因为我比较摆烂，我很少会猛干。这个视频里说比较摆烂好吗？这是可以说的吗？这里有我设计的一条 L 型窗帘轨道，这样就可以把这个卧室和工作区域隔绝出来，非常的机智。来试一下，看看它有多暗。来数3、2、1，关灯啊！3、2、1。可以。哇，好黑！非常 nice。它还有星星点点，这样照出来。它是星空你看，它有这种星空点，哇，挺漂亮的。之前也好找到我们的时候呢，其实已经买了一张床了，但是床太大，空间放不下，而且风格特别商务，和他想要的北欧风呢完全不是一个风格。后面仔细问了才知道，他挑这张床竟然是为了要一个又大又软的床头。我们在了解以后呢，帮他在某宝定做了一个2.2米的气压高箱床，再增加一个200块钱的床头软包，就可以达到需求了，并且也保留了床下收纳的功能，这样呢又好看，性价比又高。但是要留意，床头靠垫是有厚度的，所以高箱床我们特意定制2.2米的加长版，这样才刚刚好。等等，这个床的尺寸怎么感觉不对？一个定制柜的尺寸，卖家居然搞错了，这也太夸张了吧！卖家让也好先睡着错的这一张床，10天后收到了新床，他再派师傅来拆装。虽然是卖家出钱，但是过程还挺麻烦的。这种薄的哎，对，可以，但是好撕的啊。对，它是无痕贴，沉浸式。完了，这个好像不是哎，它这个塞了怎么是这样的？贴了多少个圣诞节呀？这中国人不过洋节的，干嘛要过洋节？哦，这之前做的是个老外，但没事。哇塞，真的很神奇，真的能擦掉。哇，敷了多久啊？刚刚我们5分钟，哪有5分钟？2分钟。哦，真好用哎，是吧？多好用，窗户都擦开，证实也好是一个居家好男人。对。哇，神奇。这个做。原本电脑桌的升降腿呢不用换了，我们喷上黑色的哑光喷漆就可以直接用了。转角处的位置如果做成桌板的话，其中一块桌板就会过长，需要增加桌腿进行支撑，所以我们选择了2组宜家的卡莱克柜子充当桌面，这样下面就可以用来收纳不常用的物品，桌面也可以放置不需要升降的固定设备啦。灯带增加科技感，猛男快乐桌就完成啦！开放的收纳柜加上洞洞板，可以收纳陈列很多东西，基本上满足需求了。工作区以外的区域呢，可以用作小客厅。从生活区到洗手间中间有一个小小的区域，这个区域刚好可以用来做衣帽间呢。
我就是师傅。看，没有什么东西能难倒我。教大家如何1秒钟把衣服收纳到衣柜里面。搞错了，再来。要捕捉到啊，我这很快的，1秒钟它就结束了，千万不要眨眼。3、2、1，开始。它弹起来，重新来，把这个卡掉，不要眨眼，马上给大家表演一个1秒叠衣。3、2、1，开始。我一般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这样，然后就叠起来了。但是这样就有个问题，就是很多颜色差不多的衣服，你叠起来之后，你就不记得它是哪一件了。是，你会不记得它前面的花纹是什么样子，它就所有的都是一个样子。就我有很多那种一排黑的短袖在那边，我不知道哪件是哪件。来，我出手的时间。卫衣如何叠，就解决刚刚也好的烦恼的。一件衣服是长这个样子，我们把它反过来。然后呢，你就永远能记住这个正面，哇，它就可以这样站立。对。男生有很多衬衫，那应该怎么叠呢？来看清楚啦。哇哦，它就不会散啦。领子也是立起来的，领子也是在正面。叮叮。哎，你猜这件毛衣多少钱？是很贵的意思吗？你猜。你都这样说了，1200吧，888。888，你快看一眼，这件衣服多少钱？猜出来，1块布都比它贵吧？对啊，它就是怎么那么便宜啊？不知道，就是我就喜欢买这种便宜。这也太便宜了吧！哇，这质量很好。对啊，就是感觉质量很好，就是我买之前我也没想到它质量感觉会这么好。这个东西怎么叠？反过来。多可爱！可以放在床头当个装饰。你在搬家没有枕头，搬家没有枕头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拿2件厚的，先当个枕头。说一下择偶标准啊？随缘吧。就是最高的标准就是随缘。对，大家就把发私信给后台。我是这么肤浅的人吗？直接发给我。原来的筒灯太老旧了，如果大家遇到同样的情况，可以断电拆下，直接拿去附近的5金店，让老板推荐适合的型号，然后找物业电工帮忙安装就可以啦。我们准备了很多层架，因为也好比较习惯叠衣服，那上面可以挂，然后这里是挂长衣服的，因为它比较长，然后这一些层板全部都可以放。当它就是里面的衣服你需要弄很高的话，其实可以增加抽屉，抽屉里面也可以放很多，然后减少层板也可以，反正它都是灵活去搭的嘛。如果你有几对比较珍藏的话，可以买那个黑色的鞋盒放在这里，就是上次我们发那个照片，很好看的黑色鞋盒。我没有珍藏的鞋子，我鞋子都很便宜，都是国产亮货。大家支持国产，看也好的 vlog， 他会分享。我们现在国产也是有很多品牌会做出很好看的鞋子。有那么多的鞋子的话呢，平常我们肯定要保养的，是不是？哦，比如说天气不好没有办法晾晒的时候，它可能就会产生一些细菌，闷闷的细菌的味道。对，那这种时候要怎么办呢？这个时候我们就最近我们出了一个新品，特意带过来给也好体验一下。第一个，先体验，成为我们第一个体验。第一个，哎，它有参与到我们的包装设计里面，这个是样品了，到时候还要再好看一些。这已经挺好看的。鞋袜去味清新喷雾，就是如果袜子真的没办法洗的时候，你可以用这一个除菌，起到干洗的一个作用。不过还蛮香的。那它就直接冲到前面，然后所有的除菌。哇，好神奇啊！它还可以正面用，就是说如果鞋柜里面有味道的话，就直接这样喷。绿茶智慧柿子还有柿子天然抑菌除味，准备了1箱，给你送给粉丝。谢谢，回头找机会给大家抽奖送。送，这条视频我们也会送。送。改造完成啦，终于有空和也好聊聊天了。我很好奇，就是你们之前帮别的 UP 主改造，会有我这么多突发情况吗？意外挺多，但是没有这么多，1、2个。例如那个衣帽间，它没有一次是没有发漏件的，买了3次发漏了3次。那换一家店下次。但它性价比很高，我以后都不买它了，我就把它名字亮出来，千万别买。所有东西都发错差不多。
床是发错了，尺寸没发对，床还是定制的，定了一小半个月，然后发错了，衣帽间的帘子发错了，隔板漏发了，一长一短的，天，我没见过。它为什么一个长一个短？不是应该两条？不是应该2条都是长的才对吗？那个灯坏了一个。哪个灯 ？LED 灯买了2组，1组是坏的。但问题是它不便宜哦。在搬家的过程当中，有一个手提袋不见，硬盘、眼镜都在里面，每一个师傅都刻坏一个东西走。搬沙发的师傅刻坏了房东的挂画，然后安装衣帽间的那个师傅踩坏了房东的凳子。5、6个人在外面，师傅你下来吧，那个凳子不稳，一直在说他不肯下来。然后他下来的时候把衣帽间的有一个杆子掰坏了啊，就掰折了。沙发的师傅磕烂了个缺口。普通的磕我没见过磕墙磕这样的，就磕一个洞。然后我刚亲手去把它补了的。就装那个衣帽间那个纱帘的那根杆子方向装反了，这根是不是装反了？应该要装在那儿，这个固定的口应该在那边才对，不然的话这里固定住的话，这个帘子就永远在这儿了，那里面的一边拿不了。但是我已经习惯了，我一直以来都挺倒霉的。就这个房间整体的这个布置的位置，最早是由我提出的构想，就这块区域啊，这块区域是做什么，那块区域是做什么，我觉得这个天赋还是有的。然后后期就是靠艾玛他们来布置，希望这次能多住2年。现在还没有给大家详细介绍这个屋子里面的各个产品，对吧？还有很多空缺，对吧？这个后期如果要做 room tour 的话，还可以介绍各种各样的单品。不知道现在什么机器人好用，什么烘干机比较好用，就是各种生活东西，哎呀，很困扰，很苦恼啊。因为我以前这方面是非常之节省啊，我就尽量能租一个小一点的房子，租一个小一点的房子，能便宜点就便宜点，因为我觉得我不太需要住得很好，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面，然后睡觉、吃饭、工作、玩都在同一个区域里面，但是感觉这样住了几年之后也不是特别的舒服，所以想试试改善一下。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，就是说其实环境会改善一下。对。我们之前也听过很多网友说，原本家里面那么乱，住成这个样子，以后无论怎么改都是会乱起来。其实不是的，就是说你有一次大的机会，然后将环境一次我改得好一点，然后把自己真正的生活、工作还有爱好的东西做好以后，你会发现其实它会改变你整一个生活状态，然后就整理起来。其实我最早大概在14年、15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做视频了，那时候还在读书，一边读书一边做视频。后来毕业了、工作了之后就没有继续做了。工作了几年之后，觉得电子竞技难度有点高嘛，机会感觉也不是特别的多，那我就想要不要再重新回来做视频，就尝试一下。我觉得很解压，就是那种把一个很乱的东西给它收拾的特别好看、特别漂亮，我就觉得哇，很解压。怎么样才能够走出舒适圈？你以为你在一个舒适圈里面，当你在这个区域里面同样会感觉到不开心的时候，那就证明它其实并不是舒适圈。人就是会变的，你在一个情景下，一段时间内，你到了一个很舒服的地方，你生活一段时间，工作一段时间，总会出现一些不太舒服或者是你不太满意的事情。那这时候就及时改变嘛，要去寻找下一个。其实我觉得不应该叫走出舒适圈，应该叫寻找下一个舒适圈，对吧？人总是向往舒适圈的嘛，只是你当前不舒适的，你要换一个更舒适的，再不舒适你再换一个更舒适的，这样你才会不停的进步。如果你真的对当前的环境、生活、工作都已经非常满意、非常舒服，那我觉得没有必要改变。为啥一定要给自己自找麻烦，对吧？我要走出舒适圈，然后自己去自找苦吃，那没必要。就是当你不满意的时候，你才要转变嘛。想看超级好玩的搞笑解说视频，或者是看帅哥，可以去看 Super 野好君。想看更多家装改造小技巧，记得要关注Easy Life意思生活呀。做人呢，最緊要開心。